快速过一下配件说明书、数据线、拔键器、拔轴器、正母键帽、键盘本体。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下这把由米雾推出的机械键盘，型号是 EZ830。对比起米雾之前出的另外几款键盘这个 EZ830明显就是面向于客制化玩家推出的，而且定价是399，算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价格了。那这把键盘放在目前这个价位中能不能打，我们接下来再说。先来看到外观方面，我这一把是米白色，右下角的方向键用了一些红色，稍微点缀了一下，整体的色调还是比较复古的。在键盘的外侧稍微做了一圈阶梯状的设计，正面看的话会更加有层次感一些。键盘的顶部有一圈凸起，在这里集成了键盘的指示灯和电源开关模式切换等一些按键。这个键盘指示灯的设计我非常喜欢，直接就把字符做了一个透光的处理。这是一个指示灯电源，这是一个大小写，这边是3个蓝牙和 2.4G。想长按键盘任意一个连接状态或者是大小写的话，只需要一抬头就可以直接看到了。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键盘的电源开关用的是这种自锁开关，连记档位这一步都省了，按下就是开，再按一下就是关，非常的直接。旁边依次是蓝牙和 2.4G Win 和 Mat 的模式切换按键， Type-C 的接口以及一个 2.4G 的收纳槽，收纳槽的位置还是比较方便拿取的。在键盘的背面做了许多条纹的处理，跟底壳上的6颗8角螺丝结合的还是蛮不错的。两段式的脚撑，着泥感非常舒适。键帽的话是原厂高度，用了单面热升华印刷，字符也做了一定的方块化处理，更加符合键盘本身的一个设计。在比较浅色的键帽下，仔细观察会有一点点发糊的情况，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这把键盘的外壳水平应该是这个价位里面做的比较好的一款了。整个表面是没有发现印粒纹，而且上下盖的色差做得非常小，所以说这个键盘在颜值分这一方面我是可以给一个非常高的分数的，是一把捉搭属性非常够的键盘。手感方面，键盘是 Gasky 结构，但是做得非常硬，正面按下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形变的，而且个别键位的空下音比较大。跟我之前测试过的3款75配列键盘比起来，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空间的。轴体使用的是佳龙的 G 黄 Pro 2代，50克的触发压力，是一款比较重的轴体。目前也只有这一个轴体可以选择还是少了一些，可能会劝退一些指力比较弱的人群。不过抛开这个因素不谈这款轴体的素质和声音表现都是可以的，毕竟也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，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一款轴体。键盘几个大件表现都不错，回车略微有一些肉，不能说是非常顶级，但也绝对是优秀的水平。米白色的卫星轴和外壳的颜色非常搭，精度也不错。透过空格的位置可以看到键盘中间和底部都有 EVA 的填充。键盘的 RGB 快门60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频闪，主要的发光区域集中在按键的上半部分。整个定位板的荧光表现其实还是不太理想的，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灯效。总结一下，这把键盘结合定价，可以看出米雾确实拿出了非常大的诚意，有非常优秀的设计语言，以及为了客制化圈子而做出的改变，同时也保留了自身品牌的一些风格在里面，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审美，也是我觉得米雾有史以来最值得购买的一款机械键盘。可能因为成本的原因，键盘没有什么分量感，外壳的强度也不是特别高。不过反过来想想，这些也更方便了外出携带，对经常携带键盘外出办公的用户群体，可能也算是一件好事吧。好了，那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